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爆炸性秘密，在台湾的深海里有一个失落的上古高科技文明尼莱肯奈。台湾东部的这一片水域非常神秘，由于这一片海域里的不同民族的传说都非常相似，所以这一片就被称为萨纳塞传说圈。传说在上古时期，台湾东部不是一片大海，而是一片富饶的平原，森林郁郁葱葱。就在这片上古平原里，有一个神秘高科技远古文明，叫做尼奈肯奈。尼奈凯是古琉球语，什么意思不知道，上古语言非常奇怪，难道是外星语发音？很少有人听过尼奈肯奈，主要是因为它坐落的位置。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每天这里都会有大量的军舰、潜艇、战斗机在这里游荡，属于军事禁区，非常敏感，所以各国的科考队都不敢或者被禁止去那里考察。这片海域里到底有没有远古遗迹？直接上 NASA 海底地图，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看，台湾东北方向的海底好像有一些奇怪的花纹，它们一点一点的可以连成一条条直线。不仅是这里，日本冲绳县不远的海里，看这里怎么都是一条一条的线，它们好像形成一个正方形。难道这里真的是远古海底城市群？这些城市为什么都沉没在海底？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沉没的？这些海域都非常敏感，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公开的资料，很难找到答案。但是不用担心，团长尼克拉斯杨发现了很多非常震惊的线索。为了防止团长走丢，请大家赶紧加团长的 Instagram 和 Line， 在下面的信息栏和留言区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探索这个远古高科技文明尼莱肯奈。我们再回到台湾东部的海域，在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与那国里与那国岛。它离台湾的距离只有110公里，天气好的时候就能看到台湾。小岛只有28.88平方公里，现在只住了1700多人。与那国岛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谜，它在中国的明朝之前没有任何历史的记载，而且与那国岛上面还有一些惊人的习俗，有一个就叫做九步凉歌。与那国岛上有一个地方就叫做九步凉，是一块有缝隙的大石头，缝隙长15米，宽2到3米，深7米。传说与那国国王每年会召集全岛的孕妇，让他们都站在这块大石头上，必须跳过这2米多的缝隙，跳不过去的只有掉下去摔死，而且只有跳过去的孕妇才能生孩子，非常残忍。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人字田，在小岛中央有一块农田，大约有100亩。全岛村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突然听见刚刚刚的通通通的这个鼓声。只要这鼓声响起，全岛男性就必须立刻跑到这个田地里，来晚的人都会被咔一下砍头了。死去的都是那些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那与那国岛为什么有这些奇葩的规定要自我毁灭？是因为与那国是当时琉球国的附属国，必须每年定期向琉球国交纳人头税。这个小岛国也没有什么钱，于是国王就想出了这个馊主意，减少人口，这样就可以减少给琉球国王的纳贡的数量。所以大家不要幻想可以穿越到古代过上乡村田园的生活，那时候的人类都非常惨。1986年，有一名叫做新号喜八郎的日本探险家在这里潜水，突然他发现水下25米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石头建筑。它是一个巨型长方体结构，长270米，宽120米，高26米。巨石有几乎完美的水平切割，非常奇怪。只要是石头上出现的线条，就是笔直的直线。石头表面非常平滑，没有任何海水冲刷的碎石出现。石头中有巨大的阶梯，还有通道、排水渠、拱门等等。石头中央还有一个星星的结构，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鸟类或者是乌龟的浮雕。这个石头建筑被称为与那国岛水下金字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的石头表面真的是非常平滑，看起来十分坚硬的样子。
日本地理学家、东京都大学教授贝冢创平写过一篇研究报告，说这个金字塔并不是因为地震下沉的，而是海水自己涨上来的。等等，难道这是远古大洪水？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与那国岛其实就是一座平头山，它不像台湾岛中央山脉这些山峰都是尖尖的，与那国岛是平的，这就非常像秘鲁纳兹卡线条旁边的平头山，叫做纳兹卡跑道，整个山头都削平了，和飞机跑道一样。你看其他的山头都不是平的，都是尖尖的，很有可能这些平头山都是远古高科技文明的飞行器升降台。而且在秘鲁有一个地方叫做 Ollanta Temple， 它和水下金字塔一样，有巨大的石头台阶。大家看，这些台阶都是一块块巨石，看起来每块巨石都有3到4米高，人类是翻不过去的。有些科学家说这是秘鲁梯田，但古代秘鲁人为什么要盖一个3米高的梯田？耕地还要带个梯子非常不符合逻辑。秘鲁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远古遗迹，各种巨大的石头，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海拔特别高，都在山上，平均2700米以上。很有可能就是远古高科技文明为了躲避大洪水，把基地都修建在山上。贝冢创平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写道，要通过海平面上涨淹没与那国金字塔，需要1万年以上。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悖论，如果海底金字塔经历了几万年，还可以保持表面光滑平整，那必须满足一个条件，石头必须没有裂缝，并且无比坚硬，否则海浪会把它们冲刷成碎片或者是沙子。但是悖论来了，如果石头的密度可以达到没有裂缝而且无比坚硬，那1万年以前的人类是不可能把它们切割出来。贝冢创平写道，如果一块岩石可以被人类加工，它就一定可以被海浪侵蚀。如果岩石足够坚固，它就不可能被海浪侵蚀，但是人类也无法加工它。不是人类加工的，难道外星人？台湾阿美族的神话中有一段好似外星人的传说，说在远古台东知本溪这边有一个妇女正在生产，当她的孩子哇的一声生出来的时候，全家人都震惊了。这个孩子全身雪白，而且发出太阳般的耀眼光芒，非常耀眼。她是一个女孩，家人给她取名为提亚马坎，迪亚马赞。有一天，迪亚马赞在靠近海边的井里打水，突然从海里就慢慢的出现了一个男人。他靠近迪亚马赞说 Si Flalacas Cago， 我是弗拉拉卡卡高的儿子，我从遥远的地方而来，因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看到你在发光，所以我的父亲卡狗让我来查看，你愿意和我们一同回到我那里吗？迪亚马赞一听，这谁啊？赶紧吓得就赶紧跑回家了，把这件事赶紧告诉了他的爸妈。后来就突然发大洪水了，就当大海快要把整个台湾岛给淹没的时候，迪亚马赞一家人就跑到了中央山脉的山顶上。这时候那个男人弗拉拉卡斯就从海里出现，把迪亚马赞给接走了。这一段非常非常像我以前讲过的死海古卷里的拉麦之书。拉麦是诺亚的爸爸，拉麦的老婆也是在生产的时候哇的一声生出了一个男孩，顿时满屋子也是耀眼的白光。拉麦一看吓坏了，大声责问他老婆说你是不是和天使有一腿？他老婆一听就放声痛哭，说你这个没良心的，敢污蔑老娘。后来大洪水也来了，诺亚就在神的帮助下活下来。我们接着从与那国出发，往琉球群岛这边走。在这一片海域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信仰，叫做琉球神道。他们信仰的不是什么具体的神，而是叫他界。琉球神道就认为，在大海的彼岸或者是海底有一个世界叫做 Ninai Kanai， 神就住在里面。神经常从那里来到琉球群岛，教授人类智慧和科技。神在岛上登陆的地方叫做御月 Udaki。冲绳这一片岛上都有很多御月，都是神的神迹。根据琉球国史中山事件中记载，盖我朝开辟，天神阿摩美酒助之，然后环山食草木。
意思就是起初有个女神叫做阿摩美酒，在天空上俯视大海，随后就创造了琉球群岛。从这些传说来看，这一片海域的古代人好似的确看到了些什么。我以前讲过的苏美尔泥版 Enuma Elish 至高至巅，其中就有一个创世神叫做 Onis， 他们会穿着鳞片般的衣服从海里出现，把智慧和科技交给当时的原始人。在印度教里也有一个神叫做 Matsya， 也是在大洪水的时候，这个神就从巨大的鱼里出现，救了船上的人类。还有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大家看一下这教皇的帽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当教皇侧过身的时候，这个帽子就非常像苏美尔神 Onis 的鱼头帽子，都是开口鱼嘴的形状，非常奇怪。如果我们就把自己当成远古文明尼拉卡奈人，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底地图，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洪水突然来了，一部分人留下来把远古文明改造成海底世界，另外一部分人肯定是要赶紧撤退的。那我们应该往哪里撤？如果这里是尼拉卡奈，中间是平原，北边这边虽然高一点，但是地势还是太低了，南边就更不要去了，一看就是山谷海沟。唯一的路就是往东北方向，沿着平原经过琉球群岛，往现在日本九州四国北海道方向走。这边的山非常高，可以抵御大洪水。所以各位天才，下一站我们就要去日本探险。Osaka 大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远古文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大隐隐于市。去过大阪的人肯定都见过这些远古遗迹，但是你们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就在大阪城。大阪城是丰臣秀吉在1583年开始修建的。大阪城里面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天守阁，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天守阁在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叫做石山本愿寺。大家注意这两个字，石山。石山本愿寺的地基是一个巨大的石头。根据记载，明应5年秋末，莲如上人建造了这座寺庙。自始至终都发生了非常奇怪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寺庙的基石会被莫名其妙的加热日语就是这么翻译的。这块巨石现在被埋藏在天守阁的底下，一般人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线索，比如这块城墙，名叫大阪城龙石，重达100多吨。还有这里，这些角落。大阪城在远古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巨石了，后来丰臣秀吉在建造大阪城的时候，就是把它们直接融合在后来的建筑里，不仔细看很难看出这是远古文明的痕迹。在离大阪城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更加爆炸的遗迹，叫做石宝殿。这里供奉了一个巨大的石头，宽6.4米，高5.7米，深7.2米，有500多吨重。石头下面有水池，这么一看，这块石头好像是浮在水面上。石头后面还有一个尖尖的头。整块石头是一次性雕刻的，但做什么用的不知道，好像是一个零件，一个大型机器的零件，活塞之类的。根据《生石神社略记》中记载，在诸神的年代，有2个神叫做大花木和少彦明，他们从天上下来建造神殿，但是建了一半，突然有众神背叛，结果这2位神就召集了大军平定了叛乱，但神殿就干了一半没有建成，剩下的石头就被留在了这里。在奈良县还有一块巨石，叫做增田岩船，它的大部分被埋葬在土层里，预计重量有600多吨，是一块独立的石头。增田岩船里面还有2个正方形的开口，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完全是一个谜。当地人传说这是天神乘坐的石头飞船，也有可能说不定这些外星人的这个脑回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是用石头做飞船。日本这种巨石还有很多，大家看，有这种奇怪符号的，还有这种完美切割的石头盖子的。这种石头的坚硬程度和雕刻技法和埃及、南美洲的巨石文明都非常相似。以后我有空给大家做一期印加文明，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巨石到底是谁建造的，很有可能是我们在上期贝克利实证中讲过的蛇星人。我们再回到琉球群岛的冲绳，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蛇郎的传说。
这个姑娘就只能红着脸说啊，之前有几个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美男子来找她，她看到这个美男子就十分高兴，不知不觉她就怀孕了。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她就发现这个人就不见了。她父母就想知道这个色狼到底是谁，一定要把他找出来。于是就告诉她女儿，把穿着细麻绳的针插在男子的头发上。果然，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发现这条细线从他们家一直深入到一个山里，他们就顺着这个山就找到了一个山洞。他们走进去一看，里面竟然一个蛇一样的男子。后来这个蛇一样的男人说他是这个岛的创造者，他要再生几个孩子帮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后来这个女人就生下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都变成了伟大的人。最后这个蛇男子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离开他们，于是他就含着泪亲吻他的孩子后升天而去。这个洞现在就在宫古岛的涨水浴月里。2003年，琉球大学物理地质部和东京大学原子研究所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围绕与那国水下金字塔的不同方向，一共取了30处岩石样品，然后用原子吸光、X 射线回折法等等6种放射性测量方法，基本上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就是要看看这水下的金字塔是什么年代建造的。结果震惊了，这些岩石大部分都分布在7万年到11万年的这个区间，也就是说，这个水下金字塔最远是7万到11万年前建造的，而且这个年代区间，地球正在处于冰河时期。那个时候，台湾、琉球群岛到日本的这一片区域，整片陆地都不是大海，而是平原。远古高科技文明就在这里可以充分发展。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中写道，科学家通过对非洲原住民 DNA 的研究，结论是大约在7万年前，人类几乎被灭绝，最少只剩下2000人。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祖宗怎么这么惨？在我们之前说的萨纳塞神话圈里，有一个故事叫做斗纳呆阿布，说是在远古时代，人类都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有一天，突然天空变成了橙色，大家一看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天空逐渐变成了一片鲜血一样的红色，而且天上还出现红色的火焰，周围的气温也开始突然升高。一眨眼，巨大的雷声响起，天空中下起了火雨，这些人类就在火雨中惊叫逃窜，大部分人都在逃跑中瞬间被火给烧死了，只有一家人被神喜悦，他们就按照神的指引躲到了一个叫做斗纳呆的洞穴里。等灾难过去之后，他们走出洞穴，这时候神就出现了，教他们如何种地，如何打猎，人类于是就繁衍了起来。这听起来好像远古人类经历了一场核弹袭击天空突然变色，还有火焰，最后人一下就被烧死了。难道远古文明发生了众神之战？非洲祖鲁大师穆图瓦为了获得远古的秘密，加入了类似非洲光明会的秘密组织，代价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比如吃死人肉之类的，非常可怕。作为投名状，在他加入之后，保留远古知识的大法师就告诉他了一个远古的秘密。在地球上古的某一天，地球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好似水盆一样的圆盘，像金子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个圆盘非常大，体积也超过了任何一座高山。它呜的一下从天空中掠过，发出巨大的噪音还有火焰。当圆盘降落地球之后，从中就走出了巨大的生物，穆特瓦称他们为奇达乌里。当奇达乌里来到人类面前，他们告诉人类，我们是你们祖先的乳人，在很久以前，我们也曾经来到过这里，这里也曾经孕育了我们的先祖。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伟大的母体，我们将传授你们人类所不知道的知识，而你们要崇拜我们，因为我们是你们的神。然后奇塔乌里就创造了很多奇怪的洞穴，散发出不同的光芒，神就让上古人类进入这些洞穴。等到人类从这些洞穴中出来的时候，人类就从原始人类变成和现代智人一样的人类，一男一女的，有性别，还能说话交流。于是神就说，现在你们完美了。
在阿兹特克和印加神话中，也都提到了一个匕首般的飞船从天而降，来到墨西哥的 Teotihuacan 太阳金字塔。他们把人类从一个名叫 Chico-Mostoc 的地方带出来，教导人类，让人类获得知识。Chico-Mostoc 在阿兹特克语中的意思是7个洞穴。这个和祖鲁大师穆特巴说的一样的，人类的历史都是从洞穴开始。大家都知道台湾有很多高科技，比如台积电的纳米芯片之类的，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根据地球各国的古籍记载，台湾在古代经常会有飞碟和外星人出现。难道是蜥蜴人？而且这里还传说台湾是太平洋沉没的上古帝国太阳帝国母大陆的一个基地。巧合的是，全台湾各地经常会发现一些史前巨石，还有地下洞穴。大家看，在嘉义大林县的凶礁山，这里有一处史前山洞，入口非常小，只有小孩才能进去。洞里一直吹出像冰箱一样的冷风。在这个小洞旁边，还有一个1人多宽的石门，石门周围切割得非常整齐，里面是什么不知道，没人敢进去。这里是谁建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些史前遗迹就说明了一件事，在上古时期第一批原住民进驻台湾之前，这里就有人类居住，或者说他们根本不是人类。1349年，元朝有一个人叫做汪大渊，他被称作东方马可波罗。他曾经乘坐商船从泉州出发，经历世界200多个地方，写了一本书叫做《岛夷志略》。在元朝的时候，台湾被称作琉球。他在游记中写道，他在当地遇到了一个酋长，人非常讲义气，但是如果有敌人要侵犯他的领地，酋长就会把他们生割其肉以啖之，取其头悬木竿，把敌人给吃了。有一天，汪大渊爬到山上欣赏风景，观海潮之消长。但到了深夜的时候，突然他发现山谷之内有太阳升起，夜半则望阳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巨明。夜半时分，从台湾阳谷这个地方升起一颗太阳，顿时火光照亮了整片天空，山顶都在闪闪发光。有人就说这是因为当地原住民在炼铁，导致整个山谷红光烛天。但是汪大渊说，夜半日出，夜半又叫做中夜、子夜，是11点到凌晨1点之间的子时。古代好像没有记载有人在子夜时炼铁，难道这个子夜太阳是宇宙飞船？1632年，大航海时代，西班牙神父 Josito Esquivel， 他在台湾游历了1年，写了一本书，叫做《福尔摩沙岛情况相关事务报告》。福尔摩沙就是现在的台湾。当年葡萄牙水手发现了台湾之后，就大叫：“哎呀，福尔摩沙，美丽的海岛啊！”哈辛托神父记载，当时有一名将军叫做胡安德阿尔卡索，他率领了80多个人的探险队，在基隆河边驻扎。在晚上8点的时候，天上繁星密布，非常安静。突然就有一个奇大无比的飞行物出现在他们头上，这个亮光和大小都超过了月亮，一直在他们头上盘旋，停留时间长达45分钟。这些探险队一看，哇，天上有异象出现，于是就说获得了鼓舞而满心欢喜啊，这一定是上帝派给我们的天使。所以他们就非常高兴。但是为什么在元朝和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台湾都有这么神秘的记载？台湾的史前地洞、巨石和不明飞行物，可能就说明这里曾经是上古文明的基地。这不是尼可拉斯杨的瞎说，我会在后面告诉大家答案。这些外星人到底是谁？台湾在古代受到殖民者还有外星人的关注，是因为在大航海时代，台湾就被称作金银岛，上古40亿金城。台湾朋友以后出门的时候要注意脚下都是金子。我在甲骨文蜥蜴人的秘密中讲到，只要有黄金矿脉的地方，神秘的事情就特别多。比如西非马里盛产黄金，这里就是天狼星多贡人的家乡。印度北邦靠近喜马拉雅山区，这里有释迦牟尼，还有纳迦龙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这里盛产蚂蚁金，有一种像狐狸大的蚂蚁，它们可以挖出金沙。
秘鲁也盛产金矿，这里就不用提了，因为这里盛产长头星人。古代埃及也有金矿，一大片一大片的，都在沙漠里，不让人进去，非常危险。根据这些古籍记载，台湾有2个神秘的地方产金最多，一个地方就是台东的多罗满。1697年，清朝康熙年间，福建知县幕僚郁永和自告奋勇说要去台湾挖矿，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翻镜补遗》，其中记载多罗满产金，淘沙出之，番人熔之成条，藏巨瓮中，刻制每开瓮自炫，不知所用。台湾多罗满这个地方，原住民用金沙熔成金条，藏在巨型罐子里。客人来的时候就说啊，快来看，我这有很多金条。但这些有什么用？不知道啊，太多了。古书中提到的多罗满就是台湾花莲的利乌溪口，这里在400多年前被称作图卢波湾三角洲。日本学者称这里为台湾40亿黄金城。利乌溪口这边的沙子每公斤含0.82克黄金，如果你筛1吨沙子，就可以得到820克黄金，纯度可以达到32K，95%都是金子。一天筛1吨就可以赚6万多美元。多罗满是来自西班牙殖民者的叫法 ，Tuluboan。为什么这么叫？因为花莲利乌溪这里住着一支民族，叫做 Tulubiawan， 多罗美远族。西班牙人就音译成 Tuluboan。根据台湾人类学家的研究，多罗美远族是来源于台湾北部一支更古老的民族，叫做凯达格兰族。凯达格兰现在已经消失了，被同化了，他们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凯达格兰族主要生活在台湾北部、台北、基隆这一大片区域。非常奇怪，他们居住的地方也是盛产黄金。清朝《台湾杂记》和《台湾纪略》中都记载，台北基山在基隆山的三朝溪后面，这里金子大如拳，长如尺，山下水中沙金碎如屑，全是金子，大家有空一定要去看一下。为什么产黄金的地方叫做基隆山？因为基隆就是凯达格兰的格兰闽南语发音，基隆。有人说格兰的意思是联邦，但实际上并不是，它真正的意思可能只有尼可拉斯杨知道，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人类起源的秘密。Malasibunong segin, makunif segin, oba, takisiladang kata. Kung hiyaga laki tayan, kilokah tagabaw. Naaiha, jefuting ko nga naku, uamis kaku. 根据语言学研究，台湾绝大部分的原住民说的都是一种语言，叫做南岛语系。大家看，北边台湾，东边到复活节岛，最西边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再到最南边的新西兰，这么大的范围里都是南岛语系，很多词语都是相通的，非常奇怪。非常诡异的是啊，这个语言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只在岛屿中说的语言。为什么？岛屿，这可能和凯达格兰族有关。凯达格兰族的神话中写道，他们并不是台湾本地的原住民，他们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叫做萨纳塞。萨纳塞在哪里都没说啊，资料非常少。但是台湾的其他民族，比如阿美、噶玛兰、马赛等等，他们也说了一个差不多一样的故事，都说他们来自一个地方，叫做萨纳塞。但是有的民族就明确指出，他们是来自萨纳塞那个方向。台湾东边有一个岛屿叫做萨纳塞绿岛，但是他们说这只是他们祖先中途停留的岛屿，这就暗示萨纳塞的背后还有一个地方在太平洋里，是什么地方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台湾原住民的神话都讲了差不多一个故事，所以台湾的这一大片区域就叫做萨纳塞神话圈。那萨纳塞神话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一个传说中沉没的大陆母大陆啊？没有那么简单。尼可拉斯杨要准备发射宇宙信号了，大家做好准备。我们在日本禁止研究的秘密中讲到，台湾很多原住民和日本的原住民阿努伊族，还有南海的毛利族等等，都有全身纹身的习惯，而且纹身的部位和花纹都非常相似。所以大家请看一下这张图，排湾族女性手上的纹身。在上古时代，只有贵族祭祀才能纹身，因为他们和神的联系最紧密。这幅纹身一共有4个要素：
神、蛇、太阳还有人类。这些不是为了好看而纹上去的，因为在上古纹身都是要石头割的，非常疼。这些纹身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其实这是排湾族几千年来记载了上古创世纪的故事。在宇宙的开始，有一个终极的神叫做卡达，太阳神。他在虚空中创造了一个桃湖，这个桃湖中里面孕育着一男一女，其实这个桃湖就是一个巨大的卵。然后太阳神命令百步蛇来孵化这个卵，等卵破裂之后，一男一女就成为人类的祖先，或者说他们是降临地球的第一代神。在传说中，百步蛇也不是现在的样子，他们是会说话，能言善语，蛇身在2/3处被截断，后半段不是蛇的尾巴，它们是有腿的，它们可以变化成人形，但是人类中只有精神力非常强大的人才能看到它们的真面目。难道他们是蜥蜴人，或者他们是圣经伊甸园里的蛇？所以这个头上有4根线的纹身就是太阳神，或者是太阳神的儿子们。这下面的蛇纹就代表协助神创造人类的蛇，在下面的小人就是人类。但是问题来了，这中间的十字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是太阳？按照逻辑，太阳应该是和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在下面这个位置？而且这个符号中间有个圆圈，周围还有4条线，是个十字架，这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原住民也有十字架的标志？我来告诉大家，这其实并不是十字架，而是一幅地图。十字架的这个符号其实就是万字符的变体。万字符在史前时代就在全球大量出现，非洲埃塞俄比亚、希腊、印度、西藏，甚至北美印第安人，他们都有万字符。地板、寺庙、衣服、陶器上都有雕刻，这就说明这个符号对于人类祖先非常重要，这是神让人类必须记住的符号。非洲祖鲁族大师穆图瓦就说过，在欧洲殖民者举着十字旗进入非洲的时候，非洲人出现了非常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他们拼死抵抗殖民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毫不保留地皈依基督教，非常矛盾。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十字架的标志他们在老祖宗几千年前就见过，说这是神的标志，你们一定要记住。所以他们见到了欧洲的传教士并没有抵抗，就直接皈依了天主教。玛雅人的秘密这一节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当年西班牙征服者和传教士进入玛雅人的领地的时候，玛雅人这么一看，十字架，卡立马全部的人都跪下了，说你们是神的使者，我们将全心服侍你们。玛雅人把他们都当作神。西班牙征服者得了病或者是战死之后，都悄悄地把他们埋起来，因为他们怕这些玛雅人认出他们真的是人参。所以最后西班牙征服者就用了200人灭亡了2000万人的玛雅人帝国。这一集非常好看，一定要看一下。在亚述巴尼巴图书馆的废墟中还挖掘出很多小小的圆柱体，这些圆柱体叫做苏美尔皇家封印，它们上面都雕刻着和神相关的画面。苏美尔贵族只要在泥板或者是陶器上滚动封印，就可以留下花纹，这样就可以对重要的泥板进行防伪标记。大家看一下，这些封印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里都有一个闪亮的太阳，还有一颗弯弯的月亮。而且只要有月亮和太阳同时出现的时候，这下面就会出现很多戴着高高帽子的人，而他们不是人类，他们都是戴着角帽的阿努纳奇神。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每一块泥板中都有太阳和月亮？为什么太阳和月亮可以同时出现？更诡异的是，在其他封印或者是石像雕刻中，为什么会出现2个太阳和1个月亮？这就是上古地球的终极秘密。在苏美尔楔形文字中有一个重要的字符叫做 Dingil， 意思是 heaven 和神的意思。2个 Dingil 放在一起，意思就是从天堂下来的神阿努。阿努纳奇的意思就是神阿努的孩子，也就是圣经创世纪中提到的神之子。神之子来到地球和人类女性结合，生出了 Nephilim 巨人。Dingli 这个字符后来到了巴比伦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一个十字架。
在大英博物馆中有一块高3米、重4吨，名叫亚舒纳希尔帕2世石碑，其中的王就带着十字架的标志，这个标志旁边还藏着一个太阳的标志。十字架的英文叫做 cross，cross 的意思是交叉点、交界处的意思，也是一种刑具。而在苏美尔神话中有一个重要的名字叫做尼比鲁，尼比鲁是阿努纳奇的星球，苏美尔语中尼比鲁的意思就是 cross 十字架。有一块非常重要的苏美尔泥板叫做 Enuma Elish 至高之巅，我以前讲过，其中就记载尼比鲁位于天堂和大地的交界处。尼比鲁是马杜克的星星，马杜克让它在天空中闪耀，让它不停息地在大海中穿越，让它成为众神的牧羊人。尼比鲁就是天空中的十字架，众神的牧羊人。十字架、牧羊人这些专业术语在基督教里指的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些封印和泥板中的有十字形光芒的星星就是尼比鲁，在它旁边的月亮就是马杜克。这说明在公元前4000年前，人类突然在天空上看到一种异象，天上出现一个好似太阳的天体，它中间放出十字形光芒，它的旁边也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卫星，它们是在白天和太阳系的太阳一起出现的。大家看这个泥板，上面有太阳、尼比鲁还有马杜克，它们3个同时出现。为什么说这是白天？因为在其他泥板中有很多农耕的景象，人类拿着犁在耕地，这一定是白天。这时候他们抬头一看天，太阳、尼比鲁还有尼比鲁的卫星都同时出现。之前讲过，苏美尔文明是突然出现的，是人类第一个灌溉农业文明。那这农业科技人类是如何突破的？大家再看这一幅泥板，这里中间坐了一位阿努纳奇，他的名字叫做恩基。有另外一位阿努纳奇拉着一个人类，把他带到他的宝座前，然后恩基把这个犁交给了人类。这里就暗示苏美尔文明是阿努纳奇交给人类的。然后大家看这里非常关键，大家数一下，这里包括太阳一共有12颗星，这个意思是整个太阳系加上尼比鲁一共有12颗星。现在太阳系里有太阳、月亮，再加上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一共11颗，如果再加上尼比鲁就是12颗。公元前4000年前的苏美尔人就已经知道太阳系有这么多颗星星，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尼比鲁是否存在。大家再看这一幅图，这天上的7个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尼比鲁和阿努纳奇出现的时候，他们还要再刻画出7个点呢？这幅泥板告诉我们了一切。它讲的是，当尼比鲁在天上出现的时候，阿努纳奇坐着长着翅膀的飞行器，经过7颗行星在地球着陆，这7个点代表着太阳系中的7颗行星。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阿努纳奇是从尼比鲁出发，从太阳系的最外层开始数，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土星、木星、火星，最终到达地球。地球是阿努纳奇从尼比鲁出发走过的第7颗行星。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尼比鲁在楔形文字中就是十字架的样子。十字架在古埃及叫做安卡，代表生命，后来又经过古希腊的转换，变成了印度教加了4个点的万字，又简化为佛教的万字，还有佛教的轮宝标志，然后就是基督教的十字架，而且还有伊斯兰教的星月标志。所以如果要破解十字架的秘密，我们就必须先回到神那里，就是这个图形。大家看神的符号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他的头上有4条光线，然后他的手1、2、3、4只手，他们不是人类的样子。根据排湾族的创世神话，宇宙中有卵，有太阳神，神有光环，还有4只手，最后要有万字符出现。把这些所有的要素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那么这个神就是 Brahma， 印度教的梵天。印度梵天往事书中记载，梵天又叫做 Hiranyagalpa，
金銮，佛教称梵天为大梵天王。大梵天王的寿命和整个婆娑世界的寿命是一样的。在大悲经中记载，世尊将要涅槃，马上就要回归宇宙最高层无色界天的时候，这时候世尊身上发出光亮，照亮了整个宇宙。大梵天王一看，啊，这是什么？地球上怎么会有光？马上他就把自己咔一下传送到地球，来到了释迦牟尼佛面前。他观察这个肉体生物如何可以跳出轮回，进入最高天界。释迦牟尼一下感受到大梵天王在他身边，就说：“啊，你来了。”然后就问：“如果世界是由你创造，那世界的苦痛、丑恶、不如意之处也是不是你创造的？”大梵天王回答说：“不是，宇宙不是我创造的。”非常奇怪，有空再给大家讲师尊系列。在印度教和佛教中，世界的中心被称作须弥山，是天人的居所。然后这个世界就分成4大洲，地球就在占卜地帕占卜州，在南边就叫做南占卜州。台湾原住民神话中属于原始宗教的一种，所以为了对标，我们就找一个非常非常原始的宗教——本教。根据本教家言宝库中记载，世界在创世纪的时候有一颗大陆叫做欧勒姆龙影，俄摩龙人。俄摩龙人中有一个圣山，九级雍中山。从这座圣山开始，从东南西北4个方向流出4条河，被称作安卡、辛都、帕克舒、西塔。这4条河把俄摩龙人分成4个区域，在这个4个区域外又分成12个州，叫做12边地州 Mutaglin。 大家看一下这个十字架纹身图，中间是一座山，代表的就是圣山。然后东南西北4条河把世界分成4个部分，之后在它们的顶端分成3个县，这代表数字3，它们加在一起就是3、4、1、12，代表12个小州。这个小州在古西藏语中叫做 Glin， 意思是岛、州。我在西藏格萨尔王的秘密中讲过，格萨尔王的国叫做领国，藏语就叫做 Glin， 而这个 Glin 就是台湾凯达格兰族的 Glan。 凯达是这个民族的圣名，而他们来自的地方就叫做 Glan， 加在一起就是 Kadaglan。 他们来的地方有一个最大的岛，就是台湾族纹身中的十字标志。这个十字标志中的4条河，也就是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伊甸园流出的4条圣河。这个4条河和周围的岛，其实也就是《山海经》的地图。这个以后有空给大家讲。所以台湾原住民集体的记忆就是，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萨那塞那个方向的海域太平洋，在那里有一个大洲，那里就是人类开始的地方，伊甸园。啊，伊甸园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沉没的母大陆？也有这个可能。根据考古地理学研究，新西兰就是沉没的一个大陆中仅存的一个小岛。大家看海底的这一大片，它们都被海水淹没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萨那塞神话中也都记载了。大家听完之后就会发现，脑容量不太够啊。萨那塞神话中讲到，地球上古世界分为4个阶段。第一段就是创世纪，刚才讲了。第2段叫做黄金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类都不用干活，所有的食物只要说一下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比如说啊，你想吃鸡，说鸡快来，咔，一群鸡就跑到你面前，你就可以吃，全自动的，神都给人类安排好了。然后这个世界就进入了第3阶段，叫做征伐太阳。人类本来幸福的生活着，突然啊，天空中就出现了2个太阳，一大一小。这2个太阳日夜轮流交替，没有黑夜，很多人类和动物就被太阳给晒死了。后来人类祖先受不了了，就说啊，我们一起去射太阳吧。于是一群人就拿着弓箭去射太阳，咔咔的就把太阳射死了。射死了以后，太阳就掉下在地上。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太阳被射死掉下来以后，另外一个太阳也吓得不敢出来了，大地陷入了一片黑暗。后面就是人类寻找太阳的故事。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另外一个太阳吓得不敢出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事不妙。接下来地球就进入了第4阶段，大洪水。整个世界突然发生世界级的大洪水，天上下起了大雨，河水暴涨。这时候
岛屿南方出现了海啸，排山倒海向海岛中冲去，人类吓得赶紧跑到山上藏起来，来不及逃命的人都给淹死了。等到大洪水平静之后，人类发现整个格兰全部都被海水淹没，只有山顶露出来一点点，根本没有地方找吃的。所以人类为了生存，就赶紧乘坐独木舟离开了这里，去寻找新的居住地。他们随波逐流，被一种被称为黑潮的洋流带到了台湾。这个萨那塞神话的核心其实不是大洪水，而是征伐太阳的故事。我在远古埃及末日这一集中讲过，古埃及就是被2个太阳灭亡的，金字塔最后就被大海淹没，这是有证据的，大家有空一定要看一下。那么这第2个太阳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以前我们讲过的尼比鲁，一颗靠近地球的暗恒星，被称作黑太阳。当第2颗太阳靠近地球的时候，就会导致很多陨石被强大的引力吸引，向地球飞来。这个不是猜测，考古学家考察了南极洲，发现这里有个地方，看地图这边有一个480公里的陨石坑，它可能是在48万年前袭击了地球。证据除了卫星的探测，科学家还在南极的土地和冰雪中发现，这里混有了大量的陨石尘埃，非常小，都是微米级的，全都是在雪里跟土里。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陨石坑的位置，我们把地球转过来，它的上面就是新西兰。当巨大的陨石撞进南极洲的时候，就会掀起巨大的海啸，把整个上古新西兰大陆给淹没。大家看海底地图，下面这一片大陆都是被沉没的，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沉没的母大陆。撞击之后，陨石就掀起了巨大的地表灰尘，冲入大气层，遮蔽了太阳，让地球进入持续几年的黑暗，太阳就找不到了。这就是萨那塞传说中的寻找太阳的故事。当时地球的天上全都是灰，太阳无法进入大气层，于是地球也就进入了冰河时代。所以说神话传说可能都是真的。后来以凯达格兰家族为首的人类乘坐船来到了台湾岛，他们登陆之后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诡异的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很多金矿，但是他们还发现这里有另外一种智慧生物，而他们不是人类。在萨那塞传说中，在原住民进入台湾之后，他们发现这里生活着另外一种智慧生物，叫做萨鲁索和伊空鲁。他们和巨人在一起，被称为上代人上个时代的人类。他们只有60公分左右，小矮人。他们生活在台湾地下洞穴中，他们的眼睛非常大，可以在黑暗中看清一切。虽然这些小矮人非常小，只有小孩那么大，但是他们一个人的力量比几个成年人加起来还大，这么一扔就可以把一个成年人给扔起来。萨鲁索和伊库鲁的皮肤，一种是黑色的，一种是白色的，他们也被称作乌卡希亚黑蚂蚁，因为他们挖洞之后留在地表的土壤和蚂蚁一样都那么堆起来。他们也在台湾地底挖黄金。这些小矮人一开始见到人类的时候还比较友善，他们把种子给了人类，教给人类种植的技术。但后来人类越来越多，就和这些小矮人产生了争端，他们就互相仇杀，小矮人就会在晚上把人类的小孩偷走吃掉，甚至他们会袭击人类的村庄，把村民给杀死。后来人类团结起来，往他们的洞穴里灌水，就把他们给淹死了，或者他们也逃跑了，消失了。现在台湾新竹那边还有一个祭祀，就叫做矮灵祭。难道这又是上古人类的异想天开？好像并不是，他们是真的存在的，很可能古代台湾出现的 UFO 就是他们开的。下面我带大家去一下澳大利亚的北部，这里有个国家叫做巴布新几内亚，这里有一种舞蹈叫做贝恩舞，在晚上的时候，当地的贝恩人就会穿着巨大眼睛的面具在火中穿梭。他们说这种大眼睛的怪物曾经就是他们的神灵，贝恩人叫他们为沃沃。
这些汪汪在这里做过什么事情？他们是不是一种小型的蜥蜴人？或者他们是传说中阿努纳奇留下来专门挖黄金的低等神 EGG？ 上一期台湾上古黄金城播出之后，超多朋友给我留言，说自己的爷爷奶奶还有原住民长老都说他们小时候经常会看到发光的圆盘在山上飞。更恐怖的是，有朋友说自己当兵的时候晚上站岗，有战友突然哭着跑回来说我听到有小孩在森林里叫他的名字还扯他的衣服相当恐怖。当地人说这一定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红衣小女孩，台湾版小红帽，他们的名字就是魔神娜，魔神仔。所以很多台湾的朋友就问，魔神仔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团长就要告诉大家，你们听到的很可能都是真的。魔神仔并不是台湾独有的传说，它和大洪水一样，都是人类祖先的共同回忆。魔神仔在菲律宾被称作 Encanto， 在巴西语林中被称作 Cabora， 而在太平洋的海岛中，它们被称作神。这些不同的名字背后的传说，都指向了一种神秘的智慧生物。当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地之后，魔神仔他们可以发出高频声波，控制入侵者的大脑，让人类精神错乱，产生幻觉。被控制的人类就会失神，在旷野中一直奔跑，登高涉险，如履平地。不管你是小孩还是80岁的老人，只要你中了魔神仔，就会在森林中一直奔跑直到精疲力尽。请务车在蜿蜒的山路穿梭，路边男子挥手，消防局人员士气大振。你是那个甘先生吗？人终于找到了，因为这位甘先生已经失联5个小时。2016年11月26日，台湾新竹有一位甘先生在早晨参加公司主办的健身活动，他们绕着新竹宝山第2水库跑步，全长只有10公里，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跑完。但是甘先生在跑到离终点只有100公尺的时候，突然失踪了，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于是赶紧报警。警方和当地民众出动了大量人力在山中搜寻，最后在5个小时人找到了。大家看一下，你是那个甘先生吗？哎，那你上我们车好不好？我醒来的时候在这森林里面。醒来的时候在森林里面？不算昏倒。看似还能与消防队员正常对话，但甘先生已经不记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那不是昏倒又是怎么回事？眼神是很涣散。大家注意重点，甘先生说他醒来的时候就在森林里，而且不算是晕倒。根据影像资料，甘先生在离终点100公尺的时候，突然离开主干道，直接冲向通向森林深处的小路。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甘先生说那段跑去森林岔路的过程，我完全没有印象，我就像被吸到一个我无法逃脱的地方，很像在宇宙中被吸进黑洞，然后越飘越远，你越挣扎就会看到你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甘先生好像进入了一个异次元空间，周围一片黑暗，但是远方他看到有点点星辰，然后他就在黑暗星辰中不断大喊我在这里，快救我。他听到了他的移动电话在响，但是他没去接，还在不停的大喊。他自己估计喊了1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发现他周围的星辰慢慢的消失了，慢慢变成树木。他突然发现我在哪里？怎么在森林里？我不是在家跑步吗？甘先生在被救之后直接被送入了急救病房，因为他出现了严重的脱水症，横纹肌溶解症高达22万，肝指数4000。懂医学的朋友应该知道，只有在高强度狂奔马拉松的人才可能出现这种极端危及生命的情况。这就说明甘先生在失神的情况下，在丛林里狂奔了5个小时，中间没有停过。更重要的是，甘先生在被发现的时候，嘴巴里有芒草。当地人说，这就是被台湾深山中的魔神仔召唤的标志。新竹这里非常诡异，尤其是靠近水库和溪水的地方，有很多灵异的事件出现。他们很多的共同点就是受害人失神失踪，当他们被找到的时候，意识恍惚，嘴巴里叼着芒草和泥土。难道他们遇到了传说中的魔神仔？
魔神仔闽南语被称作魔神娜，他们又被称作盲神、网神、魅神。根据传说他们是处于一种鬼神和妖怪之间的中间态，量子物理，既像鬼神一样无影无形，但又好像和怪物一样在山中游荡。根据魔神仔的发音，可以推测，魔神仔属于《史记》《左传》《山海经》中记载的魑魅魍魉。魑是一种没有角的龙，魅是吸引人的精灵，魍魉是长得好似3岁小孩的水中精怪。把这些特点加起来，他们就是传说中魔神仔的样子。但是他们又好像小型蜥蜴人啊。清朝的时候，《诸罗县志》中就记载，台湾内山峻深幽邃，生番之所居，魑魅之所穴，汉人莫得而知也。魑魅魔神仔就住在洞穴之中。台湾府志中记载，其间人形兽面，鸟喙鸟嘴，鹿齿猴张，汗烟卵玉。这里说魔神仔长得他们像是人类一样的形状，还长得鸟一样的嘴，远远看起来像鹿像猪，又好像猴子，还有点像獐子。关键是汗烟卵玉，意思是他们在水中产卵生育。从这里看，魔神仔可能是日本传说中的河童。大家看这幅画，日本的河童又叫做水虎，身上有鳞片，嘴上有鸟喙，尖尖的，指尖中还有蹼。在日本，河童被归为龙类，属于河神。台湾3立电视台曾经采访了民俗专家林正义，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和阿公去宜兰五峰旗瀑布旁边的雷公山，在山上看见到了魔神仔。他说魔神仔有青蛙的绿褐色花纹，手指之间均有蹼。林正义的阿公看到魔神仔的时候就大叫快闭上眼睛。这时候林正义还露了一个指缝，所以他看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不闭上眼睛，就很可能会被魔神仔催眠失神。1940年的时候，日本民俗研究者池田敏修在《民俗谈判》杂志中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记载魔神仔还有一个样子是戴着小红帽的红衣小女孩。当时池田敏修和一个被称作恩先生的人一起开车去拜访原住民，拜访完天色渐暗，他们就开着车回家了。但是他开着车就迷路了怎么找不到路？来的时候都知道。但是池田敏行就说他身边的恩先生就好像着了魔一样，一直在念叨莫心兰莫心兰。池田敏行开了车一听你在嘀咕什么？这个恩先生我觉得一路上就念莫心兰莫心兰，好像失神了一下。这时候池田敏行心里突然一惊，这不就是刚才原住民讲的魔神娜吗？难道我们真的遇到了魔神仔？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有记载的，不是我瞎编的。那遇到了魔神仔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团长研究了台湾上百个案例，给大家总结了3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迷路。这里的迷路不是荒野求生的那种在森林中迷路，魔神仔导致的迷路是有些人在自家的老路上行走，这个路10年如一日，走了100遍、1000遍的，闭着眼睛也能走回家的那种路。突然有一天，就好像鬼打墙一样，突然自己在家的后院山林里就这样迷路了，怎么走也走不出去，一直在转圈，一转就是4-5天，最后就是筋疲力尽，不是被救出来就是被饿死。我说这是我公公自己说他要生下来对，结果后来就不叫他就迷路了。29号下午，老翁跟着太太上山采竹笋，但因为采太多，老翁先背着20公斤的竹笋下山，没想到人就不知去向。这条路是老翁和太太每天必经之路，两老下午都会来这里健走运动。从马路到菜园短短不到5分钟，但明明菜园在左边，老翁却糊里糊涂地走向右边的山里。大家搜一下 YouTube 有很多案例，失踪迷路之后就会发生第2个特点，失踪。这种失踪不是普通的那种失踪，涉及到魔神仔的失踪案件里，受害者会因为消失而失踪。就是明明这个人躺在自家的后院或者离家不远的山里，搜救人这手牵着手一步一步的去寻找，但是就是找不到，即使这个人在旁边的草丛里，大家看了1000遍也找不到。这个人就好像穿了一个透明的隐身衣一样，大家怎么找都找不到。只有在当地大法师做了法术之后，失踪的人才一下就会出现。在2014年7月28日的时候，花莲就有一个80岁的老婆婆在上厕所之后，她突然她自己就失神，开始向大路中间跑，
然后就失踪了。搜救人员出动了500人次，他们手挽手的搜救，但是怎么都找不到。5天之后，家属放鞭炮、敲打锣鼓之后，搜救人员才在不远之处的山岩中找到了她。老婆婆说，是有一个红衣小女孩叫她把她带到这里的。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老公公躺在离搜救人员不远的草丛里，他自己说自己不断的大叫，但是这些搜救人员就是听不见、看不见他。1天1夜，最后竟然在老农机车附近100公尺处的草丛里寻获。我们2个就在这个角度对眼对到了。离奇的是，这个草丛警察跟家属早就踏遍不知道好几遍，都不见人影。老农夫又怎么会突然出现？有人怀疑可能是被某警啊牵走。这种消失式失踪在日本古籍中有记载，被称作 Gami Gakushi 神隐，字面意思是神的隐藏，被神藏起来了。大家都看过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吧？《千与千寻》这部电影的名字其实是《千与千寻的 Gami Gakushi 千与千寻的神隐。电影一开始，10岁小女孩荻野千寻和她的爸爸妈妈搬新家，他们开着车路过一处鸟居，之后他们下车走过了一段黑色的隧道，然后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神魔世界，在现实中消失了。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在这个世界里吃大餐最后变成猪了。注意，他们在经过黑暗隧道之前，路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一个大树旁边的鸟居。鸟居下面还有很多小房子。为什么电影的名字叫做《千与千寻》？因为第一个千指的是神隐故事的真正发生的地方，日本千叶县千叶街道的不知八幡森。不知八幡森入口就有一棵古树，古树旁边有一个鸟居。这里的森林长宽只有18米，但是牌子上写的，自从江户时代开始，这里就是禁足之地。还有一句千古名言，踏足此地就再也出不来。千葉県茂原市で17歳の女子高校生が先月半ばから行方不明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行方が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は茂原市に住む高校3年の中川さやかさんです。さやかさんは先月11日午後3時過ぎ、高校から帰る途中、自宅最寄りの JR 外房線本能駅で改札を出る姿が駅の防犯カメラに映っていました。其实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暗示了故事的背景：鸟居、小房子、隧道入口的小矮人石像，还有千与千寻的神隐名字。这所有的元素都说明这是一部关于神魔仔的故事。诡异的是，千与千寻一家在通过隧道时候看到第一个标志是闪现过的一个十字窗户的标志。这个标志我在上集中说过，台湾原住民的终极秘密，也和神魔仔有关。我在想这个千与千寻的编剧是不是一个台湾人？全都是神魔仔的要素。后面还有一个，一会儿给大家讲。电影里千与千寻爸妈吃大餐的情节，就是神魔仔案件的第3个共同点：吃饭。人类在被神魔仔迷惑失踪几天之后，如果他们被找到，就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嘴里塞满了芒草、泥土、蚱蜢腿，甚至是牛粪。受害者说有美女或者老夫妇告诉他们不要害怕，然后就拿大餐给他们吃。他们本来在山中狂奔了好几天，非常饿，一看这些鸡腿、鱼肉大餐就赶紧咔咔咔吃来了。但是吃了以后，他们一下醒了之后，就会发现嘴里全都是蚱蜢腿、蚯蚓、牛粪之类的非常恶心的东西。神魔仔捉人的动机都非常奇怪，推测是有人进入他们的领地之后，他们就用脑电波让人类产生幻觉，把人类赶走。但是他还怕人类饿死，就拿出一些土特产给人类吃，但是都非常恶心。所以人类遇到魔神仔以后，有以下几个结果：其中一半的人被找到，运气好；另外的一半人就死了。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失踪后饿死的，另外一部分人是吃了魔神仔给的土特产中毒身亡，吃虫子、毒草之类的。还有小部分的人是在失神奔跑的过程中失足跌落悬崖摔死的，或者是坠入河中淹死的。所以魔神仔还是非常危险的。台湾有个学者叫做李家凯，研究了台湾从1899年到2010年100多年的神秘失踪案件。他发现其中有47件和魔神仔有关。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表，
神隐事件从1990年之后就迅速增加，主要是因为90年之后网络发展，新闻传播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实际的数量可能更多。遭遇神隐事件的当事人各个年龄层都有，10岁和80岁数量最多，可能是小孩和老人的自我意识没有青壮年那么强烈。小孩太小，意识不成熟，老年人因为衰老意识力下降，所以他们更容易被魔神仔操控。性别比的话，男性比例高达61%，魔神仔其实更中意男性。分布方面，全台湾到处都有案例，但是大家注意，台北方向案件数量激增。发生地统计，发生数量最多的地方就是山里。所以台湾北部以台北为中心，在新竹、基隆、平溪这一大片的山里，大家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在17世纪的传教士的记载中就发现，台北阳明山、基隆河周围晚上经常会出现比月亮还要亮的圆盘在山中飞翔。台北阳明山的这一大片就是上古凯达格兰人的圣地，七星山就是他们的圣山。非常巧合的是，离七星山峰不远的这里，有一座著名的历史建筑，叫做阳明书屋，蒋介石最后一个行宫。1969年9月16日下午5点，蒋介石在经过阳明山养德大道的时候，发生了永福车祸，汽车严重追尾，蒋介石在车祸里满脸是血。他的专车司机叫做徐达生，他并不是一个新手，而是跟了蒋介石30多年的老司机。当时他们还有一辆领路车在带路，但是不知道当时徐达生看到了什么，那天他突然把油门当刹车，追尾了前面的领路车。后来蒋介石就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根据当地记载，七星山下阳明书屋的这一小片山头，在清朝之前都被当地人称作魔神仔坎，当地居民为了避讳魔神仔，都不会进入山中居住。根据民众口述，从竹子湖这里往阳明书屋的这一片路上都被称作魔神仔古道。以前在早上和傍晚的时候，小朋友上学和村民回家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神隐失踪事件。受害者每次失踪都在3到4天，回来的时候满嘴茅草，迷迷糊糊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他们只说遇到了小矮人，还有红衣小女孩，非常诡异。台北东边的平溪这一大片，除了出产金矿之外，这里还盛产煤炭，所以这里有很多煤炭矿洞。在平溪的山中有一个山洞，被称作魔神仔洞。这个洞是挖煤的时候挖的，还是史前都已经存在的，不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洞千万不要进去。还记得《千与千寻》电影中的桥段吗？千寻一家进入另外一个神隐世界之前，首先他们走过的就是一条黑色的山洞，他们走过的就是魔神仔洞。传说当年有旅客或者矿工晚上在洞中休息，突然就会有非常浓厚的烟雾飘过来，这时候只要旅客这么一睁眼，马上就会消失在茫茫森林之中，进入魔神仔的异次元空间，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魔神仔洞的旁边的石板路上，大家看，专业登山协会都会在这里系上登山指示带，防止自己被魔神仔捉走。台北士林还有魔神仔沟，台南也有魔神窟，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远古的名字都是祖先对人类的警告，这里非常危险，大家一定不要去。那问题来了，人类如何防止被魔神仔摸走呢？根据以上总结描述，魔神仔有让人隐身失神的能力，他们的皮肤有青蛙般的花纹，而且他们在靠近湖中和高山中出现，卵生。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魔神仔魑魅魍魉，他们属于龙族。在梵语吠陀经中记载，印度贝里纳格品达河谷在这里以前就有很多湖泊和河流，那迦龙族就在这里生活，地球人不得入内。佛经中也记载，龙王经常从这里出发，去东南的舍卫国拜访释迦牟尼。在《佛说海龙王经》中记载，龙性嗜睡，变化如意，富有财宝有金子。他们出生害人，见者害人，气虚害人，触身害人。龙族可以发出高频超声波，出生害人，见者害人，让人产生幻觉。他们觉得龙族可以变成人类的样子。这里还记载，
龙族生死淫嗔睡5个状态的时候不能隐身。就是说，龙族在这5种状态之下，他们无法集中精力发出控制人类的脑波，这时候的人类就会清醒，龙族就会现出真身。注意，这5种状态中有一个字叫做嗔，意思是愤怒，但是嗔在梵语中念作 dvesha， 意思是刺激、烦恼、不快乐、讨厌的一种状态。所以人类要破解魔神仔的结界，终止他们的脑波，人类也就必须刺激他们，让他们产生不快乐和烦恼。如何做？就是一定要用高频声音刺激他们，比如登山的时候背包挂一个风铃，走路的时候叮当叮当的响，或者是沿路放鞭炮，或者是敲锣打鼓康康的，这些都会破坏魔神仔的脑波，让被神隐的人现身。其实鞭炮的历史一开始就是人类为了驱赶山魈而做的，山魈就是魔神仔的一种。大家有空搜一下魔神仔的新闻，大部分活着的受害者都是在家属放了鞭炮之后，他们才在周围显现的。日本神道教祭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东西叫做手铃，他们摇这个手铃发出高频的声音，用来驱魔。另外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在山里的时候一定不要叫同伴的名字，千万不能说王小明、李大山，我们快点走，这就完了。因为如果被魔神仔听到，那个人很快就会失踪。为什么？因为名字是进入人类潜意识的一把钥匙，只要我们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就立刻可以在他的潜意识中被验证为熟悉我的人，而且说出名字可以增加你的权威。很多诈骗人一开始就说王小明，我是老李啊，怎么最近好吗？快给我打点钱吧。这王小明就很容易上当。另外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提到过，神魔仔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巴西雨林中的神魔仔被叫做 Capola， 它也会让进入雨林的人类产生幻觉，然后迷失在森林之中。所以当地猎人进入雨林的时候，都会在树枝上放一些烟草，然后说道 Toma Capola Deixa-me embora， 葡萄牙语意思是给你开波拉，请你让我离开吧。大家再看一下巴西人制作的 Capola 是什么样子。红衣小女孩。在菲律宾，神魔仔被称作 Encanto， 他们和神魔仔有一样的功能，但是菲律宾传说中记载，人类在被 Encanto 神隐之后，他们会把人类送到一个神秘的大陆，被称作 Bilingan， 意思是失落之人的地方。据说 Bilingan 是一个高科技城市，里面居住了一群长着长尖耳朵的金黄色头发的高大智慧生物。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